想都不敢想，卖豆腐怎么可能在鼓浪屿上成为这么有钱的人，并且在越南是越南的首富，有3万多间房子，垄断了当时越南的典当行业。在鼓浪屿上有50多栋别墅，中山路还建了好几条街。这个人的名字叫黄仲训，他的爸爸呢叫黄文华。黄文华以前在厦门的文兆卖豆腐，后来卖着卖着就去下南洋了。我们的3次人口迁徙，一个下南洋，一个九溪口，一个闯关东，就觉得南洋钱好赚，去南洋这个碰运气，开了一家米店，不卖豆腐了，开米店了。开了米店的时候呢，赚了一些小钱。有一天上街去逛的时候，看到一个什么乞丐，这个乞丐跟别的乞丐不一样，穿着一件西装，戴了个帽子往地上一蹲，是个法国人。他一看这个法国人很穷，就觉得哎，给你点钱呗。但是很好奇，就问他你怎么穿得这么干净，你还在这边乞讨？法国人就说我来越南做生意破产了，那么需要有一点钱能够买票回家。当时黄文华就从口袋里拿了一些钱给这个法国人。法国人呢就说你叫什么？他说我叫黄文华，那边米店就是我开的。他说我有钱我一定要报答你。等这个法国人回到法国之后，他的儿子刚好要考公务员，成了一个什么设计师。当时法国对越南进行殖民，在越南的后南方准备要修，后方呢准备修铁路。这个铁路在修建之前，把法国人的儿子刚好调到了越南去。他就对儿子说：“你到了法国，帮我找一个叫黄文华的人，帮我报答他，无论如何一定要报答他。”法国人的儿子就说：“我又没发工资，又没钱，我请他喝个酒，这也不算怎么报答。怎么报答呢？把当时法国要修铁路的秘密告诉了黄文华，就说我们要在后方兰这个地皮修铁路，如果你有钱可以买个地皮，到时候只要把它一卖，就能够翻倍。”黄文华就真的信了那个法国人的话，买了几块地皮，结果法国人开始修铁路了，把那边全部拆了，他就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。他说这个地皮这么好卖，倒腾几手就赚了这么多钱，我还卖什么大米？就直接搞了房地产。后来在法国的巴黎，在美国，在中国的香港、澳门、台湾都有房地产的生意，最多的在哪？就在越南，有3万多个房间，都他们家的，一举成为了越南首富。这还不算，你在越南，假如说你这个东西没钱了，你想把这个东西给当掉，当个钱，你不去他们家当，你还当不出去。垄断行业，典当铺被他们家垄断了。你现在到越南去旅游，胡志明市那很多高大的教堂，包括高大的这个建筑、政府办公的楼，现在有些用的还是他们家，所以非常有钱。有钱之后呢，他的儿子黄仲训有一次从越南回鼓浪屿，在船上遇到了一个人叫时光虫，两个人打牌打发时间，但是发现一个问题，不过瘾，就是我们赌一笔大的，如果你要是赢了，我就把鼓浪屿上房子给你；如果你要是输了，你就把你的船队就赠送给我。结果黄文华的儿子黄仲训他还赢了，后来对面那栋房子黄永远就送给他了，本来是施家的别墅，后来送给了黄家。